他一定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，叫关税战，这是一场战争。战争的本质是什么？所有的普通民众一定都是受损的，别管谁赢谁输，你就是那个代价啊！不惜一切代价里边，你就是那个代价，大概就这个意思，听懂了吗？啊，普通民众就是这个样子。哎呀，现在麻烦了，被这个关税战打到，场一点心情都没有了。你看，很多货堆在这里，全部停下来。是美国卖不了，其他国家也卖不了了，现在，对吧？现在只能是卖到我们自己国家了。你看一下，尤其是这个用剩下的这些冰料都卖不出去，这个怎么搞嘛？这个没办法了。看看这码头上的集装箱堆积如山，一个车子也没有。贸易战下对你的行业有没有影响？完了，没有活干了。今年的外贸工厂太难了，从今天开始放假，据说现在一个订单也没有。问领导说要至少放3个月，怎么办呢？这3个月难道要吃土吗？上有老下有小。就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，美国的货已经全部都发不出去了，全部都已经停了。做好的就是全部都摆在那里面，等着客户通知发货了。其他国家的呢都没有，暂时没有任何的影响。而就在刚刚，供应商的话，都已经那些原材料的供应商啊，都已经全面的通知，北美的木材呀各种上涨。你说本来去年国内市场就已经卷得不行了，各种卷了，今年还搞这么一出。关税最大的输家很可能就是这种世界工厂中管，这里有点规模的企业 1.4万家左右，其中60%都在做外贸出口。现在呢订单暴跌，日子不好过。前几天去回访了一个台资企业的老客户，清明节原本只放1天假的，现在直接延长到了5天。最要命的是什么呢？这些大厂为了生存还不得不转向内销，来跟本土的一些小厂抢市场，整个行业现在变得更卷了，而且是往卷的那种。虽然我也支持国家的这种反制措施，但看到有人在网上振臂高呼要不惜一切代价，我就忍不住想怼他两句：别嚷嚷了，你或许就是那个代价。中美关税战对中国的制造业造成巨大的冲击，很多工厂因此失去订单，产品滞销，宣布停工，工人纷纷返乡，贸易城或跨境电商也面临着生存的危机。甚至一家服装公司董事长马林海直接在港口宣布出口转内销，直播卖货打2折出售清仓。后面今天都说谁没拍，明天来可能就没有了。出口品质来的我们可能马上随时要下播。一个货柜的话中大概是3万多件衣服，我们现在整个货柜也质押了很多的这个产品，印出去了那也是亏本。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话也想把它直接果断的要做出决策，直接把它给清仓掉。干外贸的现在天都塌了，员工也被迫放假，受影响的还是底层的老百姓。那边实体店全部都关门了，也销不过去。有皮亚麻裤，你们谁要是不嫌弃的拿走穿吧，质量特别好，都是外贸订单，各地大品牌的，只有3天的时间，全部小2位数清了。关税的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很多人了，现在已经呈现出来了，其中包括我也受影响呀。我做全托的西音特姆，这个关税涨了，单量现在下滑20%左右，但我不是最大的。那天有一个工厂来问我，以前合作的，他说你们单量影响大不大？我说不大，也就下架20%或者30%这样的。他说我们影响很大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我们只做外贸的，然后我们的单量还正常的，但是他跟外贸合作的，他说他们外贸公司现在已经开始放假了。他们正常来说，如果说发海运集装箱，可能是5个 W 就解决的事情了，但现在要发那边可能是要15到20，所以做不了。他们那边已经在放假的一个状态了，然后他这边工厂也在停工了。最近长三角和珠三角很多工人返乡，而出口美国的货柜滞留在中国的各大港口堆积如山。网络大量视频显示，中国企业和打工人可以说是哀鸿遍野。
工厂面临倒闭，打工人被迫失业回家。有在工厂打工的网友说，感觉金融危机真的来了，厂子里所有的订单都被取消了，上班也开始轮流休息，这样下去就要喝西北风了。天要塌了，兄弟们！据说5一过后一大半的厂都要放长假，这个消息到底可不可靠？有没有知情的透露一下？好像目前有很多老员工都被负责人约谈了，说做到这个月底走人。今年子一个厂比一个厂还恼火，你们厂今年子到底有没有订单嘛？今年不常招人的厂排休放假都比往年要多得多，不管真假，我们5一见。今天跑路的有点多，打了3辆车都装不下，我的天，太难了！看到没有，打了网约车跑路了。你说你们有工作的好好工作，不要有工作的就好好工作吧，不要到处跑来跑去了。不要，看到没，打了3辆车跑路。兄弟们，超过50岁的不要出来了，真的不要出来了。你们看一下今天工厂啊到了多少人？今天纸盒厂啊要20个，来了差不多100个啊，兄弟们可以看一下，这就是广东的行情。所以说真正大龄工不要再出来了。外面的话现在经济环境真的也不好，如果你年龄太大的话，真的建议在自己老家找一下工作，不要出来白跑。堂哥在这里也是实话告诉你们，也不想让你们去浪费车费，去浪费时间，明白吗？佛山当下的现状啊，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。规模大一点的公司啊，都在裁员降薪；规模小一点的公司呢，特别是服装加工厂这些啊，就更不用说了，老板自身啊都很困难。那现在很多公司啊，连上个月的工资都没有发呢。那路边很多店铺啊，都贴着出租转让。现在能在佛山真正赚到钱的人啊，真是少之又少。你像普通的上班族哦，很多都是靠着贷款过日子，辛辛苦苦啊，赚不到几个钱。那每个月还要面临着还款压力，特别是前几年高位上车买了房的就更难受了，拼命赚钱啊，只为了还房贷。那现在呀，说好听一点呢，就叫消费降级，说白了，其实就是大家的口袋里啊没有钱了。佛山的年轻人啊，不要说存钱了，能不欠钱啊，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这就是佛山当下年轻人的一个现状。这2天千万不要再出来进场了，老乡们，没场了，真的没场了。我作为一个劳务中介，今年都觉得干得很心累。现在呢，很多股市都呈一个大跌状态，而且近期的学生、单招生、实习生出来的是一批又一批，大把大把的往厂区里面拉，工价呢也就16、17。你说厂里面也不傻，他不会放着学生工不用，去用社会工，甚至说还有可能去裁掉社会工，去替补学生工。所以说呢，最近大家千万不要出来再进厂了。企业要10个人呢，可能能到100个人，而且呢，我们好不容易把人送到厂里面，厂里的领导呢又挑这毛病挑那毛病，动不动呢就要开除，让员工觉得是我们中介的问题，我们又觉得是厂里面的问题，只能说是现在大环境不好，今年找工作实在是太难了。长期与国内货运公司合作的一位女士向海外的中文媒体透露，据她了解，现在好多工厂已经接不到活了。因为外贸没有再把工给他们了，如果这样时间长了，估计国内也很难过了，老百姓就没活干了。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。如果关税能够还原，估计海运价格也会马上跌回来。如果还往上涨的话，那小的货运公司估计可能就很难生存了。他说，国内百姓真的是很不容易的，很多人指着这个货运养家糊口，如果真的不能干了，那就面临着失业，不好找工作。希望情况能够好转。这钱难搞哦，广州没得事做了，没得事做了。上冲大巴站每天回去人都很多，我准备回去种地了哦。回家，现在回家的人是越来越多了。上冲大巴站好多人在这里等车，坐车回家。由于广州做衣服的单价今年特别低，现在很多人都选择返乡创业。其实回去也好，回家既能带动家乡的 GDP， 还能照顾老人小孩。一个扎心的事啊，深圳现在70%的老板都发不起工资了。说你们有可能不敢相信，现在大一点的公司都在想着降薪裁员，小一点的公司更加不用说了。今年能不能够活下去都是一码事。那么你们看看现在深圳各大商业写字楼里面的租户，恨不得1个月都换一场。
我每天都在和行业里面各种各样的老板打交道，那么他们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各种各样的网贷、小贷，那可想而知，现实生活中的实体生意到底有多难做。可是又有哪个老板愿意搞得自己这样子负债累累呢？每天都在拆东墙补西墙，那还不是为了企业能够生存下去？不敢想呀，连老板都过得那么惨，打工人又能好到哪里去呢？那么你们的工资还能正常发吗？咱们评论区聊一聊。如果说你身边有很多朋友是做外贸单的，你看一下他们的现在工厂是不是都停了？我告诉你们，你去问，绝对都停了。那么员工该怎么办？要么就是停止留薪，让员工放假，但大多数呢都直接裁员，直接宣布停工停产，员工直接回家。那这种情况下，员工是没有任何补偿的，这会引发一个什么问题？就是大量的做外贸订单工厂的工人还失业了。那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工资，没有收入，那这该怎么办？或者换个说法啊，大量的失业人员流入到这个社会当中，会引发什么样的事情？感觉都要撑不下去了。我在这个地方做了好久了，找了一个地方做了好久了。2个孩子的学费，然后他们吃的穿的，包括我家庭的开支。我老公现在没有收入，还得管我要钱。我现在正在学东西的阶段，也没有收入，而且我老公现在还有2份保险要交。我感觉好难啊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怎么感觉越来越难了呀？记得小时候还跟我妈说，妈，我长大了挣钱给你买这个买那个，然后我妈当时就笑着说了一句，你以为挣钱那么容易啊？我当时还不屑一顾，现在长大了真的发现挣钱太不容易了。这个钱啊都上谁这儿去了呀？都不知道能活到什么时候。当我们把下岗说成灵活就业，把失业说成待业，把下跌说成待涨，把挣扎说成奋斗，把艰苦说成励志，这些都换了说法之后，好像所有人都开始变得麻木了。你觉得是不是这样？一名从事外贸行业的黄女士表示，中国的失业率本来就已经非常高了，普遍预测在30%、40%以上。现在呢，因为高关税就导致还好了。做外贸的人掌握的专业能力和技术比内销的人更厉害，因为做外贸这一行做了这么多货，做得很精良。失业之后，他要去找工，跟做内销的人去拼，一个职位有多少人去拼，简直卷到惨不忍睹。黄女士说，大学生失业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很多大学生要做外贸，已经在产业链上工作的那些人工作都不保，大学生更别提了。7、8月又会有1000多万学生会毕业出来，这种的失业率，习近平可真的是个总加速师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